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中美关系冰点，停止互派大使吗？第二个是华尔街态度转变，重新评估中国这是2个有一定关联的新闻先说第一个。就是中美关系冰点，停止互派大使，这是3天前的稿件。这个稿件是谁发的呢？这是《环球时报》发的那么这篇稿件的原来的标题是什么？原来的标题是中美关系降至冰点，两国停止互派大使，然后这个美国霸权不好用了。这3天前的稿件。这篇稿件呢，分别在新浪、搜狐、网易、头条、腾讯全部都刊登，但是环球网本身就没有了这个没有底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这个新闻讲的是什么呢？他是这么说，环球网报道，据环球网报道，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已经确认结束任期，离任回国，然后这个讲了一堆这个事情然后就是值得注意的是，崔天凯宣布离任后，中国外交部并没有宣布新的驻美大使的人选然后这个相比之下，美国去年10月这个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离任之后一直就没有任命新的驻华大使，因此分析人士认为，中方此举可能是进行对等措施。随着中美互相停止派驻大使，两国外交出现真空期，沟通渠道实际已经中断这种情况自中美建交以来从未发生过。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外交真空期的出现，中美关系将降至冰点这个整个文章你可以看的，然后他就开始，前面讲的是基本上是事实的描述，后面就开始来了。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岿然不动，美国反倒急不可待，不断的释放中美高层会晤信号。目前，美国已经主动邀请中国进行3次高层对话，并借媒体传递欲跟中国最高层会晤的信息，然后中国不为所动。然后这里就开始讲另外一个故事，说这个就完全没有逻辑这个文章。目前，美国财政赤字将突破3万亿美元，恶性通货膨胀迹象已经在国内出现。拜登上任承诺全美疫苗接种70%的目标没有完成，反倒是独立日国内枪击犯罪频发，近200名遇难者横尸街头这已经是完全超出了新闻稿件的范围然后因此这个不知道因此是怎么来的，白宫迫切希望跟北京进行接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是连续给中方打了3通电话，其目的很明确，就是向中国求援布林肯称希望中国加大对美国贸易出口，中方加大对美国贸易出口，还提到货到付款的贸易交易方式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完全不靠谱的稿子然后中国外交部早已明确表态，愿意跟美方进行交流，但前提是美方必须有诚意，放弃霸权施压，取消一切对中国的打压措施。如果美国执迷不悟，继续对中国进行全方位领域遏制，中美关系自然不可能缓和。这篇稿子呢，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篇稿子？这篇稿子是非常有趣就是说我们抛开这篇稿子的逻辑混乱，还有完全没有新闻的底线，我们抛开这些来看，你可以看环球网出的这篇稿子，然后他自己后来把它删掉了悄悄的把它删掉了，但是他只删了环球网自己的稿子，像在新浪、搜狐、网易、头条这上面的稿子都没删，就是说这些非官方的媒体刊登的稿子，而且都是通稿，一模一样的通稿，是通稿发的，通稿转载。但是他又有很奇怪的是什么呢？他如果想
销声匿迹其实很容易，他没做彻底，因为他上来就是环球网报道，所以实际上呢，他还是要保留官方的某种官方色彩，但是他自己又不认账，就他把自己的那篇稿子自己环球网上面的稿子给删了，那这是一个，当然这里面肯定有某种外交上的试探，试探，因为秦刚赴美赴美没成行，然后美国之前说这个伯恩斯去中国也没成行，这两个没成行，肯定中间是有外交上的某种运作要么是中国方面，要么是美国方面。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性是美国方面，美国方面没有那么急于派大使去中国所以美国没有派大使去中国，而且你要知道，秦刚要去美国任大使，必须先得到美国的同意是不是美国还没有同意秦刚去？这件事情是不是美国在拖，然后他做某种外交上的试探，这是一个当然他也没有浪费这样的机会，他把这篇稿子写得非常的耸动这种耸动呢，当然编故事没底线，编故事没底线也不要紧，因为我们知道他没有底线，但是你可以看他现在这个没有底线到了一个这个胡言乱语的地步了。你想一下，你看他说中国岿然不动，美国急得要命。中国现在陷入了空前的外交孤立这是事实。当然他翻过来讲没关系，核心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会扯到美国才能自治3万亿美元这件事情，这完全是就是胡扯，已经到了一个不讲究技术含量的问题了那我就沿着这条线路我们往下看，外交部长乐玉成在7月9号跑到这个观察者网大家知道那是个大外宣，他这么说，他跑到那里去讲了一番话，其实很能反映现在中国的一些做法他说7月9号，他说民主人权不是标语口号，不是拿来当摆设的花瓶，这个说的没有错。他必须保障人们拥有工作、住房、温饱、受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人权，这个也没有错他说药好不好不能看广告，要看疗效，这也没错。好，他跟着就说，他说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历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就是最成功的民主，最有说服力的民主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14亿中国人摆脱了1000年贫困过上了幸福生活，就是最大的人权，最好的人权。所以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人权问题上不仅无可指责，而且应该给他颁金奖、授勋章。这件事情就很特别了特别在哪里？中国以前在这个人权议题上，他知道他理亏知道是理亏所以通常是用什么呢？用国情用特殊性来辩解。中国在人权议题上通常是辩解，因为他被攻击但是你可以看说，把这个辩解变成什么？变成我不仅我要不辩解，我还得给自己颁金奖、授勋章，这已经胡扯到了新的高度那么，所以他这一番表述说明什么？你可以看他的这个乐玉成的这番表态2点。第一个，他显然不是说服对方，他显然不是为了说服西方的民众或者西方的媒体，他显然是这番话显然不是说给外面的人听，说给自己人听。自己人是谁？无非是2个对象，一个是领导，说给领导听的，对吧？说给习近平，说给这个王毅听的那要么是说给什么中国老百姓听，就是洗脑，用来洗脑那么但是呢，另外一点，这番这么劣质的表态，因为你想，
前面的那篇稿子你觉得太胡扯，当然你没有人投。现在你一个外交部的副部长做这种低质的表演啊，当然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当然更容易的是什么？更容易的是穿帮啊。但是你可以看，通过他的表演，你可以看他根本不在乎，他已经无所谓了，无所谓穿不穿帮。习近平这其实就是什么？这其实就是中国现实当中官场的风气，或者是社会风气。他根本就无所谓他做的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效果，他只要做给上面人看，效果怎么样无所谓啊。这就是官场的风气，也是社会风气。习近平讲了一段话，今年1月22号在中纪委的第5次全体会议上讲了一番话。讲什么话呢？讲现在官场的风气。这个乐玉成的这番话其实很能反映习近平讲的这个问题。他说，现在突出的问题是，有的缺乏担当精神，工作懈怠，怕苦畏难，敷衍塞责；有的在复杂矛盾面前束手无策，在极艰险阻极难险阻任务面前毅力不于心足毅力不于心足，吃尽岗位顶不住，关键时刻扛不住他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有的口号响应景造势那么只动口不动手，有的对党中央部署要求照本宣科，不能密切联系实际贯彻落实，有的等党中央有了批示才动一动，没批示就不作为。习近平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做批示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难道我不批示工作就不干了吗？习近平这番话一讲出来，你可以看到中国官场的风气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说呢我就动一下，我要动起来呢，我要么呢我就喊口号，口号喊得山响，但手上不出活，基本上是这样，应景造势，动口不动手，然后就是有了批示动一动，没有批示就不作为，基本上是这种态度。所以呢，你可以看现在中国官场的风气，中国现在的社会风气，就是2个成语。第一个叫欺上瞒下，第二个叫自欺欺人我们今天这2天我看到很多就关于这个撒谎这个自欺欺人这个稿件我整理了一下香港端媒体有一篇稿件。叫这个从昆汀、塔伦提诺近日受访讲起，讲什么呢？为什么中国只能推崇叶问，而不是李小龙？他这么说，他说这个文章说作者叫翁黄德他说李小龙在1969年给他朋友写了封信信上面说，他说我尽管仍然叫中国功夫，但我对中国传统武术已经失去信心了，所有的派别基本上都是纸上谈兵咏春也不例外。这李小龙的评价对中国武术的这个评价，他说中国电影这10几年来主要是以叶问系列延伸了李小龙当年抵御外侮的核心精神。对李小龙这种对这个中国传统武术的这种切割的态度，无疑是政治上不正确的。那么在中国香港合拍的这一系列叶问神话当中，叶问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武术家，要不是外国人蓄意挑衅，自己或者家人遇到了这个身陷险境，绝不主动出击。这个角色承载了当代中国人对自己的认知其实看来更像是什么？
中共政权的自我宣传。这是一篇稿。另外一篇《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他怎么说？他说，中国体制建立在谎言上，它无法埋葬自由世界。这篇文章作者是 Bret Stephens，他是这么说，他这篇文章写的非常的有力，讲中共的这种谎言。他说，就算你不赞同疫情实验室泄露的这个理论，但你也得承认一点如果不是在危机爆发的关键时刻，中国官员百般掩盖，病毒有可能是这个疫情有可能可以得到控制相反呢，中国政府以谎言开始，此后一直在撒谎，代价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公众健康。他们还向世界上的贫困国家推销一种效果不好的疫苗。在中共用盛大的排场和实力展示来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这些事实应该值得牢记然后他说，北京的肆意妄为给了他强势的表象，但表象的强势往往掩盖了软弱的现实，威风的门面背后总是有裂缝。对北京来说，裂痕是什么？裂痕就是他的政权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那不仅仅是历史的谎言，比如习近平在7·1讲话当中，他回避了中国的大饥荒，回避了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害死的8000多万中国公民及其暴行。这不仅仅是政治谎言，撒谎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不停地对别人撒谎的政权，最终也会对自己撒谎。他举了个例子，他说，《纽约时报》的这个记者这 Lee Mayers 和这个楚百亮这个 Berkeley 去年报道的时候说，武汉当地的官员隐瞒了这个病情指北京是在这个崔少人将文件发布到网上之后才知道疫情存在。说从这个伪造经济数据到腐败的安全标准，中国治理的其他方面莫不如此就是撒谎掩盖他说，北京自己的谎言机器将最终如何拖垮整个体制是无法预测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个体制正在遭到严重的削弱。这是《纽约时报》。风传媒有个评价，他说，凭习近平7·1讲话，结论是什么？是中共该下台的时候作者是吕正理他说是他这个文章这么说，他说，习近平的7·1讲话可以看见他仍然自认为伟大、光荣、正确习近平声称所谓的外来势力将会被14亿中国人民筑成的血肉长城碰得头破血流。另外一方面是企图借此鼓吹中共一直以来灌输人民的狭隘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在警告外国，但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的恶感只会因此增加，关系更加恶化。习近平处处在学毛泽东，以毛泽东为师。毛泽东虽然口中无时无刻不提中国人民，其实不惜人命，只不过是要驱使人民为其所用，不期将人民带入危险之中。然后他说，中共的问题并非仅仅是习近平一人的问题，而是制度性的腐败及遏制的组织文化。我这2天呢，我在推特上面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我摘了几段信息给大家整理一下。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他吹牛吹到这个地步，但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办法采用统计局的数据，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现象看后面的情况我们来看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偷渡。那以前的情况，偷渡情况是比较严重，比如说60年代这个大逃港，就是广东大逃港，逃到香港去饿死人那个时候饿死人，所以去逃到香港去。逃到香港有多少人呢？有几十万人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中国人偷渡去越南，
那以前是越南人跑到中国来谋生，现在是中国人偷渡去越南。越南公安部副部长阮青山4月28号在胡志明表示，仅仅是今年的第一季度3个月的时间，越南各地警方发现了1400起偷渡案件，总共有8000多人偷渡到这个越南境内，其中以中国人为主，就是说中国人跑到越南去这是一个，这是仅仅是他说的，然后马上就有证实，什么证实？视频，广西跟云南各地开始抓什么呢？抓偷渡客，抓偷渡客不是别人偷渡到广西和云南，而是云南跟广西偷渡到越南，然后被别人抓了回来，包括这个缅甸然后把这个中国偷渡到其他地方被遣返的人拿来干什么？拿来游街那么视频上显示有2种游街方式，一个游街方式就是皮卡，一辆皮卡上面装一个偷渡客，旁边有人架着游街10几辆皮卡，这个就形成声势，这游街现在游街又恢复了文革当中游街的这种现象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视频显示什么呢？十几个人串成一串，绑的10几人串成一串游街好几串就这么游街然后就是广西、云南开始修什么边境的这个铁丝网边境铁，大家想起什么？你看这铁丝网想起什么？想起这个柏林墙吧，对不对柏林墙是拿来干什么的？柏林墙是防止这个自己的人跑出去的墙是拿来干什么？墙呢，如果你是守卫，如果是防止别人进来的墙叫什么？那是防卫。防止自己人跑出去的那叫什么？那叫监狱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外卖。外卖是基本上这个美团外卖基本上大家知道，送外卖这个行业基本上是门槛最低的行业。所以现在的情况是，经济如果很好的话，送外卖的人不会太多，或者送外卖的人会收入比较高，对吧？经济要是不好的话，大家都去送外卖，意味着什么？送外卖的人就多了，送外卖的人多了的话呢，送外卖的这个费用就会下降。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美团去年的送外卖一单9块钱，去年把这个送外卖的单价从9块钱降到6块钱，今年年初从6块钱降到5块钱，现在从4块钱降到了，从5块钱降到了4块钱，甚至降到了3块3，而且美团还取消了跑单奖励，就是原来是有奖励的但是人越来越多，去美团送外卖的这个骑手越来越多，为什么？找不到其他的工作，这就是现在的经济情况那么还有一个什么情况？上海、江西、河南、山东、重庆、湖北、广东出现了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公务员要求把之前发的奖金收回，全部收回我们看到的是7月7号，江西省南昌市水利局发出文件，要求各个单位在6月7号以后发放的所有的奖金10天之内无条件退款，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德兴也是江西，德兴是一个铜矿，德兴铜矿是应该是中国最大的铜矿江西铜就是主体就是德兴德兴市政府要求全体教师在7月7号当天把原来发放的这个奖金统一退还到学校的银行卡，然后德兴教师第一季度的奖金绩效奖金是2万块，4个季度总共发了8万块另外还有年终奖，那么就是要求他全部退回去广东省潮州市那有单位要求
要求这什么呢？要求把这个房屋补贴和绩效停发，全部停发掉。3天之后，汕尾市也一起停发房屋补贴跟绩效工资啊。然后呢，这个深圳已经开始有单位在统计，但我讲的是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统计这几年的收入了啊，开始统计这几年的收入。上海市也开始停发第1季度的奖金啊，那么大概有十几个省公务员的绩效奖金已经被取消，有些地方发过的倒追回，要退回啊。原因是什么？原因当然是财政紧张、财政困难。财政困难到什么地步呢？江西省九江市啊，九江银行推出一个什么贷款，叫退款贷。公务员突然要他把这个之前发的奖金要你退回去，没钱，因为原来钱都花了，怎么办？九江银行推出一个退款贷，就是你没钱了，你去银行贷款还给政府。我们今天讲过很多次，中国政府是世界上财政吸取能力最强的政府。为什么？因为它独裁，它权力最大，所以它最能够吸取经济里面最活跃的部分。所以它基本上，它没过好，全世界都过不好。全世界还没过好的时候，它先过好了。政府基本上是这种情况。那你想一下，如果政府现在是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你可以想象的，整个经济已经差到什么地步。但是尽管如此啊，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继续洗脑。我们来看一下，腾讯网还有一条新闻，叫什么？叫优秀莆田学院一学生举报反动言论获1万元奖励。我怀疑这是一篇软文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把电话号码打上去。他说，去年12月，莆田学院有位学生在上网时发现有人在网上散布反动言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学生意识很强，拨打电话12339举报电话，后来莆田市国安局介入侦查，成功制止惩处了一起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然后呢，这个国安局啊，就是莆田市国家安全局联合莆田学院特别举办了一个奖励表彰仪式，发了1万块钱给这学生。这就是现在中国的社会气氛，就是开始互相举报啊，互相举报啊。然后还有一个，你可以看他们在宣传什么推广什么。然后搜狐网讲的是今年高考文科总分643分的这个四川成都女孩王艺锦放弃港大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和68.4万奖金全额奖学金，选择报北大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啊。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院长宋朝龙，这当然你可以看，这很多的照片啊，这篇新闻稿配发了很多照片，这照片全是摆拍的啊。然后就是把这个通知书啊，来这个副院长亲自跑到成都的这个叫实史中学，把这个录取通知书交到他手上，然后拍了一组照片发新闻。这就是中国现在宣传的东西，一个是相互举报相互告密告密文化又回来了。这一头呢，就是你啥都不要学马克思主义就对了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是环境正在恶化，情况正在恶化，中共正在撒谎，然后没有底线的给人民洗脑，这就是中国社会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撒谎没底线，甚至没有技术含量我们来讲讲另外一篇这是一篇稿子，我今天看了，我看得非常的它反映了什么？它反映了华尔街态度的转变。
为什么要转变？因为受伤了啊，受伤害了。他们要从怎么个转变？就是重新评估中国。这篇文章来自于谁呢？英国的历史学家叫尼尔·福克森啊，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也是彭博的这个专栏作家。这篇稿子发表在彭博上啊。另外呢，他是哈佛大学，他曾经在哈佛大学、纽约大学跟牛津大学任这个历史学的教授啊。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从去年这个蚂蚁集团上市到现在滴滴出行上市啊，这两个期间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这一系列的事情引发的整个华尔街开始重新评估的中国的这个一个进程，这个非常重要啊！我都经常讲，美国只有一个中国的盟友是谁呢？不是熊猫派，熊猫派已经靠边站了，他们讲话已经没人听了啊！其实真正的中国的盟友是华尔街，但是华尔街尽管他是中国的盟友，但是他又被中国给坑了啊！所以这篇文章是这么说啊，他说滴滴出行的遭遇告诉我们，有关中国的一切事物都应该重新评估啊。然后他说，投资者必须重新思考整个中国的结构。对于香港来说，一国两制的原则已经死亡。中国政府对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的打压不是一次性的，滴滴也不是，必须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中国所接触的一切啊。然后他就这个文章这么说，他说等等，你是说在第二次冷战的早期阶段，投资对方可能是一个坏主意吗？你是在告诉我，长期极权主义不是一个聪明的交易？他说，在过去3年里，我一直在试图说服任何愿意听的人。怎么意思？什么呢？叫 Chimerica 是什么？就是 Chimerica 叫中美国，Chimerica 就是他跟另外一个人发明的词汇，其实就是 China America 合并在一起叫 Chimerica 啊。他说 Chimerica 已经死亡，Chimerica 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共生经济关系，叫 Chimerica。他是在2007年第一次提出 Chimerica 啊。他说从那个时间开始啊 ，Chimerica 一方面呢是中美之间的这个经济体的一个造出来的词，但是也是另外一个嵌合体啊，嵌合体叫 Camaria 的一个这个双关语。他解释这个啊，他这么说，他说，我认为，即使在前总统川普于2018年开始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之前，冷战二已经开始了啊。至少就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而言啊，到那年年底，2018年年底，美国和中国在许多问题上针锋相对。如果最可能选择的是热战，那么冷战开始看起来是一个相对不错的结果。他就问了一系列的问题。他说，意识形态对立，是的，因为习近平明确禁止中国教育中的西方思想，并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性。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经济竞争，对，因为中国的高增长率继续缩小中国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差距啊。然后是技术竞赛，对，因为中国系统的窃取知识产权，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挑战美国。地缘政治竞争，对，因为中国公然在南中国海建立空军基地和其他军事设施。重写历史，对，因为新的中国历史学院确保党的官方叙述出现在从教科书到博物馆到社交媒体的所有的地方。
然后是间谍活动对，宣传对，金杯社会竞赛对。这篇文章很完整的叙述了什么呢？叙述了习近平过去一段时间基本上是你可以看从2018年开始，中美之间的这种互动过程当中，习近平他推动的一系列的政策的变化。所以呢，他实际上他最后讲的是什么？他最后讲的是华尔街没有管这些，华尔街完全不管中美之间发生的变化。他怎么说？他说是这样，他说2019年美国流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是133亿美元，然后在这场疫情并没有阻止美国的资金流入中国。去年11月，摩根大通投资10亿美元购买了这个合资公司的全部股权。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也是成为这个，就是把他们合资公司的股权全部买回来。而且去年几乎所有美国的金融界的大人物都在和中国做交易。然后不仅仅是华尔街其他的像百事公司在中国零食品牌花费了7亿美元。特斯拉在中国加强生产，还有大量的美国资本流入中国的债券市场，然后就是还有包括什么？包括股票市场。他说这个彭博的另外一个作者，他说从创始人曾经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公司，到马云快速成长的高利润的金融科技独角兽蚂蚁集团和现金牛矿泉水装瓶公司，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给全球领导者。他就是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中美关系在过去3年其实他们的关系已经完蛋，因为中国在做一系列的动作，这个一系列的动作令美国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和中国的原有的关系。但是华尔街跟美国的商界完全不管，继续做这疫情发生的期间也继续在做这件事情。做什么事情？把钱投到中国去。然后他话锋一转，稿子就改了。他说最近几个月的现实是痛苦的为什么？然后就开始滴滴从7月2号开始，滴滴，然后这个滴滴实际上6月30号在美国上市，募集了44亿美元，这是阿里巴巴上市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然后就开始滴滴就被整滴滴被整，然后就不断的出现这个中共就追着滴滴在不断的去追打滴滴。然后他说这场漩涡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是共和党共和党开始要求共和党跟民主党的2个参议员要求调查滴滴是不是误导了美国投资者。然后就是说现在他说又开始总结，说几年来许多所谓的美中关系专家告诉我2点。第一点，当2个经济体像中国和美国一样相互交织的时候，是不可能发生冷战的。他说这个中国问题专家跟他讲，这第一点。第二点，脱钩不会发生，因为它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战略脱钩一直是中国官方的政策然后说从去年的蚂蚁集团到今年的这个滴滴，实际上呢，中国已经开始推动中美之间的金融脱钩，然后就从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在解释这个脱钩。所以最后他描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如果他说在华尔街的思维方式当中中国对这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对付特斯拉也好，
对付蚂蚁也好，对付滴滴也好，那么如果华尔街的思维方式是中国的行为毫无意义，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复苏可能受到检验的情况下啊。那么官方的统计数据，由于出口需求减弱和供应瓶颈阻碍了生产，6月份的制造业的扩张在放缓，然后这个中国服务业一直落后于制造业，也显示出这个疲弱的情况。但是呢，中国观察家们发现了更大的经济问题。什么经济问题？他举了一篇文章，叫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他说呢，自从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的债务总额从国内生产总值的225%上升到276%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2012年每6块钱就可以产生1块钱的增长，信贷啊，到了2020年，要10块钱才能产生10块钱的信贷才能产生1块钱的经济增长。然后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9.6%左右，放缓到6%，工资收入增长跟家庭收入增长在放缓，然后生产力的增长原来占中国经济增长的1半多，那么10年之后占了1/3，现在1%都不到生产力的增长啊。然后他就最后讲了几点，他这么说啊，我直接到结论这里啊。他说，愤世嫉俗者会说，特斯拉只不过是在接受之前给其他西方国家的待遇。特斯拉因为现在说他官方媒体在攻击他，然后他又开始讲这个数据的问题。那他被欢迎进入中国的时间只够本土公司复制他的技术啊，这个论调我们听到很多。那么现在未来属于比亚迪因为对吧啊，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然而这是在低估政府对数据问题的重视程度。为什么？原因是如果你打算建立一个新的监控国家，将人工智能的力量应用于你可以从公民的群体中收集的所有的数据，那么确保共产党对数据的完全的控制是非常合理的。如果你认为你处于冷战2的早期阶段，那么你切断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的这个公司数据也是非常合理的。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如果认为仅仅是数据安全仅仅是出于对企业的态度，那就搞错了。为什么？其实中共对数据安全的态度是因为他要建立一个新的监控的国家。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西方的媒体、西方的观察家已经很清晰地看到中共的意图是什么啊。这篇文章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讲西方国家、西方的媒体看不到中共的意图。你可以看他们现在对中共的意图的分析已经深入到这个地步啊。他就这么说，他说许章润啊，他讲到许章润啊，北大的教授啊，许章润去年被解雇清华大学啊，解雇之前，他认为习近平在中国恢复了暴政，因为他取消了毛泽东去世之前他的前任的这个任期限制。暴政最终会腐蚀整个的治理结构啊。许章润写道，他正在破坏一个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建立的这种技术官僚体系。文章认为这可能是真实的啊，这个判断可能是对的。然后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结论是这样，在短期之内，习近平的暴政和他所发动的冷战最终的输家将是那些西方投资者，因为
他们相信 Chimerica 不仅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生存，而且能在中国制造的全球健康危机中生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西方投资者不深刻的理解中美关系的对抗，不深入理解习近平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以及他们的战略意图的话，西方投资者将成为这场新的冷战的最大输家。你可以看到什么？华尔街他们已经开始重构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当他去重构出他们对中国的认识的时候，我相信西方投资者将会改变他们对中国的态度，钱就不会再往那里流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其中一个主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两个主题讲完。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亲爱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今天鸣谢一下郭喷塞，谢谢 Helen， 谢谢唐伟，谢谢姥姥王，谢谢 Jackie 平，谢谢 Jessie 蔡，谢谢外飘库，外飘库是什么？外飘库，谢谢 Happy， 谢谢。感谢王老师的谆谆教导，通过组织各种可靠的数据，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经济和政治。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些材料呢，其实非常的分散。我是因为我不断的在网上浏览的时候，我会把一些我认为有用的数据或者信息截录下来。正好今天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这些材料全部都能用上。我觉得我们在判断中国现在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当然这里面需要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我们对中国的一个评价的框架，从政治、经济、社会到背后的意识形态，到中共内部的它的运作模式，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框架，我们才能够去判断某一个现象。你比如说举报的那条很短的新闻，那个新闻会不会是真的呢？我觉得它应该有一部分事实的基础，但是这篇新闻肯定是经过包装的。这篇新闻的包装的目的是什么？鼓励告密。所有的集权都是需要鼓励告密。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任何人，而且他希望通过告密让大家的关系变成对立起来。当大家关系对立起来的时候，那暴政就很容易管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每一个事情的原因提问：第一，大使存在与否，是否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现在各国高层沟通渠道非常多元，并非要靠大使。二，针对香港议员辞职潮，请教王老师观点，并分析未来的影响。大使很重要，非常重要你想一下，崔天凯在美国的时候，中国以这个大使馆为基础展开的一系列的统战工作，其实对影响美国的政策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工作影响它的影响是非常大。所以大使不是象征意义，大使绝对不是象征意义，大使有非常重要的。当初你想，当年不是崔天凯了，当年这个杨洁篪在美国做大使的时候，基本上是中美关系最好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杨洁篪有现在的江湖地位？原因就是他在做驻美大使的时候，他在做，当时是小布什家族的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忽略大使的作用，大使作用非常大第二个是香港区议员的辞职潮。
区议员的辞职潮，当然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要他们宣誓，他不想宣誓，不愿意宣这个誓。为什么？你看一下是什么情况，我还跟你宣誓，不跟你玩了呗？为什么？就没得玩了。你现在的情况，香港的情况是什么？所有的反对派都被抓起来，这已经不是，这已经不是一个政治生态，已经不存在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什么？政治生态就是我用政治手段来对付我的政治敌人或者政治对手，这叫政治手段，或者说我们叫政治交往。那就香港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他把所有的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是对手全部抓起来了。那有什么好玩？这个没什么好玩，所以根本就不应该跟他玩。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一直认为，当时全香港的民主派的议员，就是当时他 disqualify 这个4名香港议员、立法会议员的时候，就应该全体民主派的议员，从立法会到区立法会议员，民主派的全部都应该辞职。我当时就是这么认为，全部都应该辞职。为什么？因为当他可以去 disqualify， 就是叫什么，取消任何一个民选议员的资格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游戏已经他不玩了，他不玩这个政治游戏了，他进入另外一个政治游戏。那你民主派的议员，你参与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参与的是一个民主政治的活动。如果当民主政治已经不存在了，你继续在这个游戏当中存在，什么意思？你不就是甘愿做他的花瓶吗？所以我当时你可以翻回去年我们的节目，去年还是今年年初忘记了，我当时就讲应该全部辞职，所有的民主派人士全部离开建制，立法会就是建制，所有人应该离开这建制。全部离开建制，但是他们还会有一些幻想。我其实核心的问题是，这些民主派人士仍然对中共有幻想，当然这不能怪他。为什么？中共一直给他的反对派一些幻想，让他去做一些动作，以为这些动作是你只要做了动作你就可以安全，其实不是的。你看一下澳门所有的民主派都被 disqualify， 目的原因是什么？澳门既没有100万人上街，当然他本人就没有人上街游行，也没有各种强烈的反抗。之前有人说啊，香港你看到今天这个局面，就是因为民主派的反抗导致这个后果。澳门有没有？澳门完全没有。但是你看一下，澳门的所有的民主派全部disqualify， 说明什么？这不就是打脸吗？共产党不是因为你反不反抗才消灭你的，只要你是反对派，他不管你怎么样的表现，用什么形式进行反抗，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是文雅的还是粗暴的，他不管这些，他只要你是反对派，哪怕是你意识上的反对，他都会消灭你。这就是事实，铁一般的事实，澳门发生的事实，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对中共不能有幻想，所有的幻想都会带来非常惨痛的后果，就是不能跟他合作啊。观点，现在看到的情况，想起来传说中任志强的那句话，那位脑梗患者已经知道被骗，还要继续裸奔的皇帝。OK， 实在是太形象了。OK， 观点，如果这些中共官员下台后跑去演戏，本色出演，应该没有专业演员什么事儿了。观点，这根本就是朝鲜新闻的格式。观点，中共控制了所有的媒体和网络，还有铺天盖地的5毛，想要打脸给中国人民看并不容易啊。例如美军军机降落台湾，就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北京冬奥会被西方抵制，也只是报道一带一路国家的领导人前来出席，照样是万国来朝的景象，甚至可以说是
成了为了防止新冠传播，限制西方国家运动员来华。当然，你怎么讲都可以，但是别忘记了，互联网并不是密不透风的，所以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啊。但是我不喜欢这么去帮他去铺垫，你帮他出什么主意，别帮他出主意，而且不要去，不要用那个我就知道他们会怎么样来表述一件事情。为什么啊？因为你创造了一个新的语境，这个语境你是在帮他说话，我不希望大家去帮他说话，好吗？所以怎么说呢？我们尽量的表现的正常一点啊。观点说明中国已经不在乎世界怎么想，就是想愚民，为了权力已经不择手段。观点：中国现在兜里有点钱，就开始幻想挑战世界秩序，但开历史倒车的制度又怎么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进步呢？如果他兜里有钱，他就不会把那个发出去的奖金要回来。我觉得他兜里的钱已经快没了啊。情绪，王先生今天这一讲又是经典之作，谢谢啊。提问：发出的钱还收回来，听起来很诡异。请问王老师，公务员的奖金要收回来这类情况以前出现过吗？我就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呢？就是本来应该有的奖金，后来就不发了，这个是听说过。但是说，应该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发出去的奖金收回来，发生过。从去年年底开始发生，而且从去年年底开始还发生了什么呢？还发生了这个养老金，发养老金要收回去，收回去部分养老金，把标准降低啊，然后又开始加，就这种情况也发生啊。情况，珠三角城市开始研究将公务员工资降薪，称同为公职人员政府公务员不能高于教师编制员工太多，领导岗位可能降5到15万不等。OK， 情况7月8号，莆田市这个我已经念过了我已经报道过了，就是举报奖励1万块钱啊。观点：今天南华早报有篇习近平今年1月22号，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啊。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1月22号在中纪委的讲话内容，有的官员口号响亮，只动口不动手啊。他说我做批示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难道我不做批示工作就不干了吗？网友说，对照王先生之前对中国官场的分析，完全命中，佩服啊，谢谢。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太子党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可以理解成为比较有权力的红二代吗？洗稿国进民退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利益？太子党，习近平就是太子党。太子党通常我们讲的是红二代，红三代就不算太子党，因为红三代你太子嘛，就是儿子呗啊。所以太子党，比如说像薄熙来习近平这都属于太子党啊。这个概念就是红二代就太子党。当然，不是随便摸着头过去都是太子党，就是权力核心的那一票父辈，从这个邓小平到毛泽东，到这些核心的管理，中共核心层，才算太子党。你这边缘的一个军长，一个大军区司令员的儿子，那算不上。所以这个问题，太子党是一个不是那么大的范围就是一个小范围，核心权力层，这是第一个。他们红二代或者太子党不一定是当官，有些是在当官，习近平当官，薄熙来当官，但是有些人是做生意的。那国进民退影响他们的利益，影响不了他们的利益。为什么？子弹都绕着他们走对吗？你想，习近平上来之后反腐败有个原则，
红二代不碰，所以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红二代下台的？没有。所以他们这些人，他们认为江泽民都不是主要的，江泽民只是帮忙账房先生，真正他们觉得重要的人物是习近平自己人，所以自己人嘛，那子弹都绕着走，所以怎么会影响到他的利益呢？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他们是一伙的。提问：这些底层的公务员是洗脑的重点对象，请问王老师，退回奖金收入减少会让他们产生怀疑吗？不要问我，去问他啊。观点：中国现在的当权者只是充当了西方和中国社会之间的一个垄断全链条的昂贵的代理商的角色，从货源到供应链到市场销售完全垄断，把西方的东西改一改，改成符号，符合自身的需要，有利于自身地位的，再高价兜售给中国人民，这才是中国当权者的真实面目。这是中国喜欢弄虚作假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本来就是不开放，就是一个韭菜园啊。观点：崇祯上吊自尽的时候说：“文人误我。”面对危机，文武百官全部作秀给他看。但是崇祯没有自省过，是他刚愎自用和整个文官系统的腐败导致他的毁灭。最后李自成入京，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文武百官也没有好下场。今天的习近平就像明朝晚期的崇祯，他刚愎自用，下面的人作秀哄他，对外只进不退，自知失调，最后也是会导致习的灭亡和这个中共政权的倒塌。观点：在近500年里，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当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中国连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死在牢里，就足以说明太多中共管理下的问题情况。今天抖音上，江西、山东、浙江多地发出通知，未接种疫苗将不允许出入机关事业单位医疗机构、商场、超市、学校、图书馆、影院、歌厅、景区等乘坐公共交通、出租车要检查健康码，同时检查疫苗接种标识。一边说不强制接种疫苗，一边通过行政手段限制没接种疫苗的人的出行，其实完全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国产疫苗，它不能产生保护作用，只能够说是减轻病情减轻。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这么大规模的推广这个疫苗，让大家以为各自都能够受到保护，你这不是更坑人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问题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政策现在乱了套了，就是政策互相打架，然后完全不顾后果。其实这件事情，强制打疫苗这件事情，它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它产生第一个，让大家误以为自己被疫苗保护，因为疫苗嘛，打疫苗是干什么？提供保护嘛。我打了疫苗我就安全了，我就不用担心会被感染。但实际上不是，中国接种了疫苗，你还会被感染，还会生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当你打了疫苗以后，你认为你自己受了保护，然后你又感染了。你感染之后，你还不知道你感染了，你到处去传播，那你说这是不是反效果？其实这件事情后果很严重，就是中国的疫苗吹牛，然后就不仅输出疫苗外交，结果让中国打脸。同时你在国内到处打疫苗，强制疫苗，起到反效果观点：中共的新冠疫苗，很多人起荨麻疹、血液中毒的情况，质量真心不过关。我从来不信任中国的疫苗，国产疫苗。我在中国国内的时候，我就听他们讲过，所有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所有的国产的这个狂犬病疫苗全是假的。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被狗咬了，要去打，
要去打狂犬病疫苗，一定要打进口产品，这是第一个。进口产品是不是假的我就不知道，但是国产一定是假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狂犬病的疫区，所以中国的狂犬病非常的厉害，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情况一线医务人员的抗疫奖金都收回去，我同学去年就是给他们的理由是他们的值班期间没有出现发热门诊。提问可否评价复星向台湾提供 BNT 疫苗？我没有听说过，没有听说过，我没有看到这条新闻，因为我没有看太多的台湾新闻，所以我评价不了。情况，我的3个朋友在国内打完2剂疫苗回美国后检测全部没有抗体，他们又在美国重新打疫苗，就是这样啊。这件事情是个非常恶劣的情况，就是你打完疫苗发现没有抗体，实际上那个疫苗就没有保护作用，没有保护作用，然后你以为你被保护了，你说这是什么恶劣啊？有多么恶劣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采购的1亿辉瑞疫苗变成了特供吗？为什么没有下文？他应该是要在去年批准他开厂吧，他需要一个批准程序啊，开厂然后你开始才生产，他现在到现在还没有开始生产，应该是这样，我知道的情况应该是这样。情况，本人在海淀区连锁快餐，北京这边垃圾清运费如下：垃圾清运费12000一年，以前是收废品、纸品的免费给拉走；泔水18000，以前是8000；杀虫3500，以前是自己买药；同款药1大包5块钱；烟道清洗6000，以前是2000；各种保险1年2000，以前500。这些第三方服务公司一个资质要10几万到几十万，每年还得年审，城管月月来店里查合同和第三方公司的工作报告，这怎么做生意啊？提问，以现在的明智开化程度，当年袁世凯恢复帝制被全国声讨的情况，会不会在20大习近平连任的时候重现？这种假设性问题我们不讨论好吗？我们有点时间讨论点更有价值的东西好吗？情况，储蓄银行的银行卡会被银行乱扣钱，当你账户只剩几十块钱的时候，会一次性扣完。这种现象没有规律，时不时扣一次。你去银行问，银行居然说不知道，查不出来。你打客服，客服让找柜台。国内的银行就是这么神奇，这不算更神奇的。更神奇的是什么？你账上的钱突然没了，甚至几千万。上次我看那个什么案子，账上3000多万突然一下没有了，然后你去找银行，银行说是他们银行里出了一个犯罪嫌疑人，把他钱转走了，说这个跟他银行没关系，是犯罪分子干的坏事啊等等。那你想，银行我放你银行，你说犯罪分子弄走，那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吗？所以这个很奇怪。所以中国的银行你真的要小心，特别是这些4大银行、国有银行，不要跟他做生意，跟他做生意就完蛋了。为什么？政府都他们家开的，你还能跟他打得赢官司吗？所以小心一点啊。提问，民主主义容易高估自己的实力，低估别国的实力。请问王老师，现在习先生是为了自己的地位稳固在转移注意力，还是真的认为自己的力量强大到可以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好问题啊，好问题。我还是认为习近平存在严重的认知缺陷啊。他存在认知缺陷的原因是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读书读得太少。读书读得太少的问题是，他没有建立起一个很有系统的判断的体系，判断的这种对世界、对外部世界的这种判断的能力啊体系，他没有这样的体系，知识体系或者价值观体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放到权力斗争去了。所以其实大家不要以为习近平是个草包，不是的，他不是草包，他
非常厉害，他很擅长干什么？权力斗争。他权力斗争这个事情他特强，他把所有的资源全部放到这里，那其他地方当然也就不是特别强，甚至是非常的弱。所以呢，他实际上是一个畸形的这个状态。所以权力斗争是他的核心，他维持自己的地位，夺权啊，想办法，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权力抓到自己手里。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他是不是出现了误判？我认为他是出现了误判。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他身边那些幕僚。那如果他本身，我经常举例，就叫武大郎开店，你武大郎开店，服务员都是小矮个儿，为什么？全是侏儒，为什么？他不允许别人比他高啊！你这比老板高，那怎么行？那武大郎开店，那不都是侏儒当服务员？那你一进去这个餐厅一看，哟，全是这个餐厅餐桌海平面海拔以下的服务员，就是这个情况。习近平就是这个情况。你看看身边的一群饭桶，一群饭桶能出什么好主意？那不就看着他脸色讲话吗？那怎么误判？就是顺着他讲的话，他越这么想，这个结论就越被不断的证明，然后他就误判了呗。我认为是这样的问题啊。提问能否请王先生讲一下中国捕鱼业过度捕捞的问题？我看到加纳、伊朗、秘鲁都反对中国渔船的报道，这些渔船千里迢迢去当地过度捕鱼，破坏生态环境，以至于渔业资源枯竭。你不是已经讲完了吗？提问我来讲干什么？我没有看到这条新闻。大家如果要陈述自己的观点，你就直说。不要让我来证实你的观点，好吗？你的观点就是你的观点，没关系的啊。情绪坐标德国，昨天和国内父亲微信通话，当时我告诉他德国政府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微信信号立马不佳，再反复回拨都无法接通，于是只能断开微信重新连接，再跟父亲继续往下说的时候，又出现同样的情况。CCP 现在连正常通话说民主国家好都不能接受了，太可怕了。情绪王老师，文革化越来越严重，我们这些在国内的底层该怎么办？出国也不现实，老婆孩子都不会同意啊。那你还有问题吗？如果他们都不同意，我不觉得社会底层就跟社会上层有什么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核心的问题是什么？这个你到底你的生活的期望是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说文革越来越严重，我们的社会底层怎么办？其实没有区别。当然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啊。如果你条件好，你没有这样的期望，也是没有影响的。那如果你说我条件不好，我有这样的期望，那你一定会有办法。所以这件事情跟条件有一定的关联，但不是因果关系。我看到很多人没有条件，用你的话来讲，他就是没有条件，但是他都做到了。所以这些事情，如果你老婆孩子都不同意，说明什么？你没有建立一个家庭的期望或者 vision， 这是一个不是个人的事情，这是个家庭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要想清楚，好吗？提问，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待印度增兵边境？这是上个星期的新闻增兵5万但是就算印度增兵5万，怎么说呢？仍然在中印边境，中国的军力更强，所以基本上是这样。请教王老师，在国内由于不信任政府，担心资产安全，把一半资产变成美元现钞，是否可行？我不提供任何的投资建议啊。我们之前做过一系列的评价，我只能给一个提供背景的分析啊，所以我不提供这个投资建议。我没有这样的牌照，我也不是做这个工作，所以你还是要去做一些功课，好吗？好，明谢 Thora 和谢谢，Next 谢谢，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